好，来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伙带来全新的三国节目系列。那这个三国节目呢，就是来自于我们飞天雪大神这个骇客系列的终极杀器来自于2020年以及2021年新版的三国战记一统中原无双版而且有小狼现在也是非常不要个逼脸的玩到了最新版本当然还是内测那这个呢是飞天雪创建的这个房间，他自己打的一个黄月英的这么一个一币通关。这里面跟大伙讲一下咱们这个他玩的这个模式呢，先是一个模式 B 的极难。这个呢全程视频呢倒不是特别长咱们先玩的话，你会发现这只是展示这个人的这个玩法咱们这是打的一个就是这个算是武将模式的感觉，是不是？黄月英呢大家伙都了解就是这个黄承彦的女儿号称是丑女咱们只能说是号称。为什么说号称呢？就是这玩意儿谁知道丑还是不丑呢？然后黄月英这个人呢，也据说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猛，而且非常具有英姿的一个人。她是诸葛亮的媳妇儿正房就传说中的正房太太有没有小妾呢？你们说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的。那可以看到呢，这个人的体术呢非常帅，这是第一。第二呢，咱们在打的过程当中，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追地什么打起来还有弹起的这种特效的效果。虽然说很多人都有，但是这个黄月英操控起来的性能非常的好而且在打4招1式的过程当中非常有意思你看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初始的血量也不少。咱们打 BOSS 的时候呢 ，BOSS 的血量也显示在屏幕当中，也不一定非得看正常的这个底下这个血管了。虽然说底下的血管也会告诉你乘以多少管但是包括还有颜色的区分，但是还不如看这个数字比较方便一些。这里面呢，咱们也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重置4招1式，所以说也无所谓。无所谓这个什么，包括什么道具都可以捡，哪怕是蝎子也可以做。然后咱们今天这个全新的系列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玩法。首先呢，黄月英什么马超刘备貂蝉这都可以打，然后还有什么马超这个6剑的这个玩法。但这个由于这个游戏还是很难，咱们玩的包括还有传说难度的这个版本，在很难的情况下呢，就很难免咱们造成不了所谓的什么一命通关，所以大家可能理解就好这个游戏呢就相当于三国战记的终极私服的私服。虽然说很多人认为私服是一个贬义词，但我其实说的是褒义词，因为实在是太好玩了这个确实是实在太好玩了。好，我们看看一顿突突，好这个用降将来打，可以看到这个分数目前已经达到了4000万，然后17级。咱们这个选人物也有什么 A 人物 B 人物难度也有什么 B 模式下 B 模式下 AB 模式什么下 ABC 模式，难度呢又有什么这个极难传说难度等等。反正这个在右下角呢，咱们大伙儿可以看到屏幕当中也有剩余的敌人还有模式的这个选择。那这个呢，咱们的玩法基本上我小狼呢也不是特别了解，我们要从解说开始做呢也确实有点难。如果你要不玩个对吧3-5个月来了解的话确实很难。不过我狼呢这个人脸皮厚，我们可以通过以前的知识来补，因为这个游戏呢在后期玩这个非武将模式当中，咱们还有这个传说比如说还有这个装备等等如果把这个装备集到一起怎么样包括咱们还有这个什么6剑属性都是值得咱们去看的。那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呢，小狼也是慢慢的这个去学习，大家伙共同去学。最重要还是我狼呢陪大家伙共同的把这个游戏琢磨明白。咱们虽然说玩的不好，但是慢慢看的时间长了，这个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说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这个玩家呢就是飞天雪，也就是作者本人。作者本人呢，虽然说他玩游戏大家伙都知道，无论就哪怕这个游戏是谁做的，就算是他做的，但是玩的最好的人肯定不应该是他。不过呢，做教程那一定是他，因为他做这个游戏里面有什么设定，有什么对吧，都是一样的。然后咱们呢，这个有的版本呢，咱们玩的特别难的版本呢，装备还是随机爆，所以说特别有难度。那这里面呢，咱们先不扯这个事儿如果说是按教程项来讲，咱们还是以正常的方式去看这个游戏了好，这是降将的玩法，打的连击非常多，打分也非常快，但是呢，感觉这个元绝令的时间给的时间也是挺长的。
只要单挑 BOSS 啊，基本上来讲啊，对于高手来讲，单挑 BOSS 都不难，难点是在于之后啊怎么去清兵。如果一旦等到咱们玩正常的玩法的时候，就很难清兵了。好，叫援助过来，先是一个豪娃吗？没有，让他长一点血，一个豪娃。好，豪娃，哎，没打着。这个操作有问题啊！这个豪娃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把对方毒上。那这里面曹操可以加血的这个设定也是非常讨厌啊。好，追地，你看援助可以追地这个设定啊，特别有意思。豪娃，用这个毒呢来重置他的这个4招1式啊，兄弟们啊，这毒，哎，豪娃，这个豪娃是最爽啊，已经26级了。很多人说小狼24级不就满级了吗？啊，这个咱们很变态的啊，很变态的。这个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名字打出，哎，我打的不是飞天血是谁呀、啊，兄弟们啊？飞天血是真的醉了啊！一个豆，好，看看有些补啊，也没必要吃。这个有很多难度呢，有时候被打会非常惨。咱们这个视频啊，你看录出来还挺好的啊。正下方呢还有这个时间显示，其实正上方也有啊，但是咱们先不扯这个事儿啊。好，我们看看黄月英，白头翁。黄月英呢非常英姿飒爽，非常素气，在历史当中对他的形容呢也是比较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拿看这个伤害，真正要打伤害还得是黄月英啊，用降将呢主要是为了刷分啊。然后咱们这个不是刷分去了，其实分就是等级嘛，对吧？类风云模式的分等级，但是在这里面呢，我还跟大家伙讲一下啊，有一些招式呢是等级会解锁的，就是说每升到一个等级呢，咱们会解锁某一个大招，这点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好，死了之后呢，这个鞭尸，虽然说呢这种行为不是很道德，但是咱们为了让自己多打点分嘛，可以看到啊，这个分呢并不是很多，还是用那个，还得是用什么？用这个元军令啊打分。翻天斩呢打分啊，永远都是最强的，是不是啊？但如果说你要非要说那个把《三国战记2》里面那个牛金移植过来，对吧？你把牛金移植过来，那真的是赖呀啊，确实有点赖的啊。飞天血是吗？哈，飞天血又是谁？对吧？我这个有时候我打，有的时候呢，咱们大家伙儿如果学过普通话的人应该知道啊，其实应该就是比如说血啊，大家伙儿都知道流血。其实这个血呢，就不是它的本音，没有这个字儿啊，应该是什么呢？血，然后还有血啊，鲜血、流血，这个都可以。但是呢，你要说再就是血，对吧？出血了啊，但是你要说出血了啊，这个就不对了啊，这个是没有这个音的啊。当然呢，所以说我打飞天血、飞天血的时候呢，它出的是血啊，因为它没有音调嘛啊。好啊，好。直接怼死了啊！28级，升级速度还是蛮快的啊。其实咱们正常还是要看剧情模式比较好。不过武将模式啊，它牛在哪儿呢，兄弟们？武将模式它牛就牛在呢，咱们可以把这个人物啊，把这个人物的这个特性啊，还有一些人物的操作什么的弄得很明白，对吧？比如说这个人物他的体术啊，就是清兵用什么，然后单挑 BOSS 的时候怎么打，伤血快啊等等。好，可以看到这边是黄忠，血量64000。好，援助，哎，没追上地啊，正常是要追地的啊，一个追地弹起来，然后翻天斩。这个游戏如果很多人配合也会非常好玩啊，翻天斩。好，好啊，哎，没豪上，被怼一剑，两个人互相相杀啊。好，看看打血的血量确实不多啊，追地一抠，好，感觉像这个随便玩的样子啊，这玩意儿就随便玩了，你看，有的还会爆一些东西。这个正常的黄忠之剑应该能吃吗？我不太清楚啊，好像没有吃的必要了。30级了，有真实伤害。还要真实伤害啊！这个有真伤的这个系统都能弄出来，我觉得也是真心设计的非常完美啊。我们看看一会儿呢是，正常咱们是这样的，打武将
武将模式，然后变成真英雄，就是我们理解为这个武将模式啊，什么真英雄模式啊等等。这个好像对战的这个 BOSS 好像是随机的，看没看见？刚打死黄忠，又来一个黄忠啊，这个设定啊，有可能是随机 BOSS。而这个 BOSS 呢，你可以看到啊，他的血量是比刚才那个要多的啊。哎，黄月英感觉有点像日本武士的感觉啊，像不像啊？我呀，好不容易练一个必杀没接上啊，非常的秀，感觉就是有点扯。好，看看。好，李广瑟服，血量这个血管感觉越来越像地下城了。他到时候把地下城都整下来也行了，是吧？整个地下城设计一下，是不是？甚至还有那个就是各种装备就不说了啊，甚至可能还有独特的技能啊，什么啊，对吧？还有什么小晶体什么的啊，放必杀得用那个小晶体。啊，他给他干什么呢？啊，我不太清楚啊。还这个在搞事情啊，兄弟们啊！好，还剩20滴血，我们看看。我去，这个，我们管这个叫头上半月斩，好不好？啊，头上半月斩可以理解吧？啊，小麦穗儿，然后大坛酒，元军令。这黄忠的元军令是什么？别告诉我招降出来是黄忠啊！好，全扔掉了啊，全扔掉了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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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劈菊花骗气儿呢？那刚才他浪费那个气儿干嘛啊？非常的装叉。好了，真英雄模式了啊，我们俗称为叫真英雄模式，什么呢？就是打双 boss 嘛啊。这个双 boss 的话呢，因为你连一个 boss 的时候啊，你可能这个 boss 无法反制，但是双 boss 就不一样了。不过也分人嘛啊。如果说咱们有的人的话，可以一个人打两。哇，这是什么？凤凰涅槃。好的，2点伤害啊，看没看见？刚才啊，一手全屏必杀啊，这个好能追地，但是没追上。我们看看，有追地追上了之后没有后续啊。好，先把这个面壁干死啊，还剩1万滴血。追地没追上，好的，再往后绕一绕，先把这5000滴血的打死啊，怎么都行。毕竟是第一，哎呦，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好，1、2一撩，一个扣，我们看看剩下一个 boss 啊，怎么打都可以了啊。1、2、3、4，一个扣撩起来，跳起来一撩，31级，伤害很高啊，单挑 boss 都伤害非常高。好，吃一个补血。有的时候需要用一些元军令，然后让这个来打这些双 boss， 但是呢，看得出来他好像没有这个想法啊。这个黄月英他是第一个给飞天雪给我的第一个录像就是黄月英的录像，那么我个人感觉他应该是非常看重这个呢，第一呢，要不就是打得好，要不然呢就是什么呢？非常具有教科书的这种感觉。好，第2关上来一个曹彰加诸葛啊，凤凰大压杀。好，这哇。没有气儿的话啊，你懂的。好了，3杀，好，我狼要录像吗？要啊啊！这不是飞天雪已经给我录像了吗？我先对吧？我也是正在解说他的这个视频呢啊。好，他先抠诸葛亮啊，啊一撩可以再接双杀，可以打到 double kill， 能再追地啊？曹彰，好的，我们看看1、2，对，主要是一个教程项啊。就给一个补，真抠！2亿4千万。哎，这田佑哥还在吗？不会说刚才上厕所给田佑哥整跑了啊？田佑哥说本来过来听解说了，人没了啊，人消失了。外加上其他的小伙伴，我发现现在房管都不吱声了，一天了啊，让我很是恼火。他们说，哎，好，我们看看路布。我操，田佑哥还在啊！行 ，OK， 够意思啊！你要不在我老寂寞了啊！我会感觉到我感觉到你那个火箭啊，给的非常亏，你知道吗？啊，刚给完上厕所去了，然后走了。好，我看看一个炸雷，哇，这吕布真的怕火啊！那一个炸雷能烧好几千滴血的啊，相当疼。哎，慢动作显示他拔刀收刀的时候也非常帅。好，我们看看。
吕萌萌，贾贵宾暗示火箭，我暗示个屁老鸭，不要个逼脸了，暗示火箭啊，对吧？还要暗示火箭，这个是吧？你这要不是人可以不要脸，但是不能那么不要脸，对吧？好，一靠撩起来，空中，感觉这小子兜客啊，把兜玩出花来了，兄弟们啊，确实很凶。一撩闪过来，小飞镖前一撮，挑起来一根后拉。哎，这是一个八刀流啊，八刀流。不想打消耗，我们看看环绕前撮，撩起来直接秒掉，还能再接啊，还能再接啊，死了也可以接的啊。但是这个打分确实有点慢，还确实得用那个如果刚开始不用那个夏侯惇去把这个等级打到29级啊，确实也是挺难的啊。当然呢，30级多了一个真伤，但是往后的话还有高手啊。我用的流量是不是得调成流畅模式，然后才可以的是吧？啊。好，我先拿瓶饮料喝啊。这个双 boss 呢，先清掉一个是关键，但是呢，先清掉哪个呢？我跟大家伙讲啊，先清掉那个最孬的那个就行。你先把那个最孬的清掉，最不讨人厌的先干死啊，最不讨厌的先干死啊。好，一个顶，没事，歪轴卡的不错，刚想说卡的不错啊，最后还是有点问题。救命啊！救命啊！这啥呀啊？好，追地挑起来，没跟上，看看怎么说。好，我操，朦胧哥也在啊！朦胧哥搁这儿哇哇的啊！还是有点消耗。他这个补血虽然说抠，但是呢，这个补血啊，你说不给还不行，不给还真不够。速9的录音，那个救命啊！救命啊！不会是传说中那个苹果肉肉的吧？啊，对吧？塔姆说就是塔姆就是那个叫什么？有一个顺口溜，打东边来了个哑巴，手里拿了个，对吧？越级马超，这个按理说应该先，哎呦，这是什么？黑玫瑰啊，紫色玫瑰，我操，这个必杀很英姿飒爽啊，这个必杀，这是爆气啊，这是大爆气，兄弟们啊！大爆气之后呢，是直接消耗这个所有的气，然后呢选择可以练这个必杀，啊，看看你，可以练必杀，但是它那个气槽如果消失了之后，它这个气槽消失了，你就不能干了啊。哎，这关真好，这是真英雄的最福利的关卡。啊，一般我们在以前玩版本的时候，一般都是什么司马懿啊什么的，他会给你挺多的补啊，有点东西的啊。飞雪速9大师兄，我感觉那个速9有2个速9，一个是 QQ 平台的，一个是那个就是咱们大家伙认识的那个啊，有2个速9啊。就为什么都叫？最狠的是，我就看那个宋小宝那个小品，就是那个大家伙都知道那个公交车一共吃了几碗面那个，对吧？就那个里面就是冷冻速9啊，不着急啊，先喝有茶水不啊？有对吧？有龙井不？没有龙井啊。好，一撩起来，这里这个也点人形怪，一般来讲都是非常难打啊。先清那个面逼。先把面逼清掉，然后再考虑人形怪。好，哎呦哇，这个大胖敢吃，有毛豆。一会儿有左慈，我不会欠啊。一会儿有左慈，我跟你讲，今天肯定会有礼物的。我看了好几个老板都憋着呢啊，坐等左慈呢啊，没有左慈都不想给的那种啊。好，
只要剩下一个 boss 啊，基本上啊，就无论你是什么怪，剩下一个 boss， 除非是像那种比较恶心的那种可以有霸体的那种啊，咱就不说了。好了，赵云也可以追地，撩起来。噔噔噔，好的，哎呦，这招凤凰升天，就给个麦穗儿，这加血加的是真少，跟小包子似的啊。好，看看，这是还有两个关卡啊，就是在武将模式当中还有2个关卡，这2个关卡大概是，先是魏延逃跑那个地图，然后是最后一个地图，我们看看到底是谁啊？到底是谁呀？哎，好长时间那个苹果肉都不来了啊！没事，来我们狼直播间里那个时候。好，听，这种不倒怪啊，我们管这种怪叫不倒怪。不倒怪感觉特别牛逼，就在于什么呢？就是他被打完之后可以一直搁那腾那种感觉。听过《波波鸡》这首歌吗？没听过啊，确实没听过啊。好，看看，一丝血。哎呦，这半月斩，头顶半月斩，感觉像双刀啊，感觉像双刀。其实想想也是，就设计一个什么呢？一个是刀，一个是这个就是装刀的这个叫刀鞘啊，是吧？啊，是不是？然后这2个都可以当成武器，一个是钝器，对吧？可以的啊。肉肉来了吗？应该没来吧？但是我就说他好久不来了啊，他都不爱我了啊，对吧？哈哈哈哈！好，看看，57、58，我们好这个地图，无机下蛋。张辽加黄忠俩人都跑一块了，这也太狗了啊！一个飞轮，他俩血量差100啊！好了，我知道叫什么地锅鸡、波波鸡，我知道有，但是我还吃过波波鱼，但是不是那个波啊，是那个就是4两拨千斤那个波，就是一个口字旁加一个3点水加个皮那个啊，是不是啊？好，直接一手。狼草加黄忠有没有？张辽加黄忠有没有搞头？好，一丝血啊！好的，这也太面了，直接就被整死了啊！还说是个高手，哼！我看不是做贼心虚，就身上有屎，哈哈哈！好。这个双武将，这个3武将其实特别难的，是不是啊？好，我们看看，一个飞人先给他搞死，刚才给他急眼了，开始血杀了，开始啊。这也行，那个毒的那个时间很长啊啊！好，一个毒。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少林功夫好耶，少林功夫够劲。好，直接撩眉。这招空中可以制空，看起来很屌的样子，其实啥也不是啊。好，我们看看一会儿怎么说。他们说啊，最后一个地图啊，最后一个地图，终极白嫖。所以说啊，玩游戏啊，有的时候呢，就是技术流的就必须得技术好，技术好了就是牛逼。但是呢，你像我这种解说流呢，就是因为没有技术，所以说没有核心竞争力。但是呢，由于能吹牛逼，反正我也不吃亏，是吧？我也不丢人，哈哈，就这个情况啊。好，这一旦一爆气练这个必杀，这真的是过瘾，还能定屏。看这个必杀属于有点像那种超级援助那种感觉，
好的，放张爪金为什么要向天再借500年？来，不好打，铁莲花起手，一个铁莲花，好的一扣。哎呀好，哎呀好，哎呀好，一个铁莲花，没个选择追地可以，够用。这啥这是啊？看起来蛮帅的一个洞，好溜起来，这随便了啊，这随便打了。他那个人死的我感觉不冤啊，因为他又费了很多的血，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啊？就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这就是真英雄这就是真英雄了啊！黄月英，黄老板，黄月英就不知道还以为很多小伙伴说是不是黄忠的女儿啊？黄忠是不是有个女儿叫什么黄武蝶？在那个反《三国演义》里面有，在那个《梦三国》里面也体现了，还有个儿子叫黄旭啊，都是故事啊，对不对？对。好，这个赶紧点吧，这俗称啊，这个叫默默该啊，就点就完事了呗啊，不点。好，这就算是通关了啊。他那个人其实我感觉死也是他有点生气了。就是有点生气啊，但事实上是没事的啊。我感觉他还是有点这个失误啊。但是呢，重头戏就应该是接下来了吧？啊，接下来它就是剧情模式了啊。剧情模式怎么说？我们就坐等啊，坐等。它这个还有什么密码啊，可以用来排名的，是不是啊？好像密码可以排名。